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歡看我們的視頻下飯，但這期視頻我得先說，請你千萬不要在吃飯的時候看，除非你能夠忍住。這期視頻我們的後台來探訪的這位博主非常特別，相比於我們在視頻上面投入很多剪輯的精力，他們在視頻的本身投入巨大的精力，這邊的味道超級恐怖。這就是瑪麗管家，他們被稱之為互聯網的4大邪神，但是有上千萬的播放量，超級多人喜歡。他們是怎麼做到的？這位被限流但是超級火的博主，我們一起來看看吧。瑪麗管家。瑪麗管家頻道的創始人叫做大美，他告訴我們，之所以取瑪麗這個名字，主要就是想要幹活更加麻利一些。那他們頻道的內容非常的直白清晰，就是打掃難以置信的髒亂房屋，類似這樣的房子，他們可以打掃成這樣，還有這樣。那今年他們更新了28期家居清掃的視頻，從前期調研再到打掃再到發布，差不多半個月一更，可以說是相当的高產。那我覺得他們是把互聯網獵奇心理玩得比較明白的一群人，光從他們的選題還有取名的藝術，你就能夠看出來。而且從數據上很明顯的一點就是，越髒越惡心的現場，播放量往往越高越容易爆。但爆了之後，這個有趣的事就来了，平台會發現這個視頻惡心到很多人，然後會開始限流，和別的火的视頻推流不一樣。甚至有的甲方想要給他們投流，都會有一種像在做壞事的感覺，往別人主頁丟垃圾，有這種意思。所以商單接的並不是特別的容易。不過這次我們很幸運，能夠和擁有多項創新技術的老朋友有望掃地僧吸尘器一拍即合。他們也很好奇，在清潔理念不斷進步的今天，那些極端房型的背後究竟是怎樣的真實生活，有沒有故意誇大的成分？帶着這些問題，我們首先去到了瑪麗管家的工作室。這邊是你們所有用的裝備。对，就大體的裝備都是在這裡，因為我們每一個房型它的這個情況都不太同，我們使用的工具和要裝袋的工具以及防護的升級，這些都是不同的。這個的作用是，這個不是貓和老鼠裡面打人的那個嗎？不是，這個是北方鏟雪的哦，在面臨比較多的垃圾的時候，我們就會帶雪鏟去。為什麼你會想到做這個？你是影視行業，你是導演。對，我以前是做影視方面的，我是覺得做這個的價值來得特別的快，不想去想什麼 KOI 啊，就很想踏踏實實做服務，就掃乾淨、清掃乾淨。對，服務流程、需求溝通、上門服務、物資配備、人員安排、入戶提前15分鐘抵達、敲門禮儀，哎呦，有標準的 SOP， 每一個都要考慮到。因為每個客戶家裡的需求點是不同的，完全定制化，就是按照你的需求來完成你的清潔。你們有試過改風格嗎？前期我們做過一些，包括像定格動畫，然後像一些互動視頻的，像這些数据都很低，因為它本質上增加了用戶的消費門檻。对，就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消費明白到底在幹嘛。因為我們的內容素材比較稀缺嘛，就是做一套少一套，就全國它要再成長出一套的可能就是成長出，原來你們這樣算了嗎？這樣說，時間周期特別長，也算是我們一個受限的地方。和其他傳統的家政公司的營收方式不同，線上的植入廣告和電商業務才是他們公司營收的大頭。那些惡心程度能夠達到封神、半神級別的房屋，雖然能夠帶來爆款的流量，但其實並不掙錢。節目裡面那些看起來突破生存底線的房子，如果不是社區或者鄰居報警，很可能就會一直留在小區，成為持續發酵的隱形炸彈。而在收到委託之後，他們並不會立即上門開工，而是先會對房屋的水電、機位空間等各種條件進行評估。想以凡人之軀踏足神的領域，必須做足萬全的準備。在看過工作室之後，我們緊跟着來到了一間即將開始清理的房屋現場。屋主是一位90多歲的老奶奶，在8年前搬去養老院之後，這間房就再也沒有人進去過。滿屋子被踩成實心的垃圾，是她曾經在這裡進進出出生活過的證明。在上個月她去世之後，屋主的女兒聯繫了瑪麗管家，希望把這裡徹底清空。不是，是這樣的嗎？這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已經挑了這個難度1顆星的給你了哈。這是1顆星。歐北，我已經聞到了一些味道，一種難以，就是它不是很重，但在它隱隱的侵蝕你的呼吸系統，你的大腦告訴你這邊有腐爛的東西。比如說是這個嗎？這什麼東西啊？這是啥呀？想一下，這是壁虎嗎？這是老鼠。這個可能看不太清楚。這裡還有一隻，這個可能會更形象一點。哦，這個太牛了。這叫薯片。你們是不是經常遇到這種薯片啊？對。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開胃菜。我進去看看。小心，小inim頭。What the fuck？ 這也太恐怖了吧！哇，這裡有一隻死掉的貓啊！這裡有一個化石，
哎呀，我的天啊！你看，这是一个头骨，就小崽崽。不是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大美老師，你們見到這種場景，你們就還會選擇繼續工作？是我就直接放棄了。你不是很積極嗎？我看你。不是我探索我是有積極，但你要想我把這些東西全部清掉，這是人幹的事嗎？但是如果我們不做，就確實沒人做了。對。我得說，這屋子的工作量絕對超出了做家務的範疇，不是一般人能夠幹的。就算有防護服的隔離，氣味好受一些，但是一些惡心柔軟的觸感，還是會讓你忍不住頭皮發麻，起一身雞皮疙瘩。哇，這個醬好屌啊！想吃嗎？哎呦，這個做的，這個醬有滋有味的，各位。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你聽粉絲嘗過了是吧？就在這邊，我們已經工作了1個多小時。你一開始覺得你幹勁很足，但你會越來越熱，越來越熱。就你感覺一直在幹活，但是沒什麼變化。解壓縮，就是這個解壓縮太恐怖了，就是你這個 zip 文件一打開，發現比預期大了20倍。所以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，各位，給你多少，你願意幹這個活？第一次看他們視頻的人可能會想，怎麼有人在做這種工作？但真正參與過清掃現場之後，我會想說，就是幸好真的有人在做這份工作。在整個清掃現場，最讓我感到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大美其實非常怕蟲子和老鼠的屍體，可一旦進入狀態，幹起活來卻總是衝在最前面。瑪麗管家和其他清潔公司的不同之處，尤其體現在這樣遺物整理的委託之中。他們每一個袋子都會打開，只要有屋主相關的記憶、財物，哪怕是1塊錢。他們都會細心留存，目的不是清空，而是給屋主留住些許的體面，還有回憶。同時，他們也會檢查裡面有沒有容易傷人的物品，因為這些收拾出來的垃圾，有可能一旦出了門，就會搖身一變，變成別人眼裡的新寶貝。我們今天收了多少出來看一下？很多都被撿走了，已經被撿走了啊？對，什麼意思啊？有木材啊，還有一些鐵的之類的東西都已經會被撿走了，它有可能到另外一個家裡面又囤上了啊。而且這種情況是非常多的，無論是在各個城市都有。就他也不賣錢，他就存起來，想囤到一定的數量再賣吧。就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就可能從我們角度來看是亂，但是他可能真的只想做一點，不管是幫家裡還是怎麼也好，有點價值的事吧。在瑪麗管家的節目裡面，其實還有個地方讓我覺得很神奇，那就是觀眾甚至會期待有廣告的出現，似乎在這種極端雜亂的環境之中，能夠帶來整潔的工具，本身就成為了解壓的看點。那就像這次我們帶來的有望掃地僧吸塵器，恰恰好有了這樣的實力。面對打掃中常見的毛髮纏繞問題，它的零鏟掃陣地刷代替了傳統吸塵器的滾刷，從根源上解決了纏髮問題。而推入式基站搭配免提拉、免對位設計，讓每一次歸位都輕鬆自如。同時，內外雙刮環自集成系統實現了垃圾自己倒、塵杯自己刮，不再需要屏住呼吸手動清理。這種不粘手、不費勁的清掃體驗，也許可以幫你找到家務清潔的解壓樂趣，養成更好的打掃習慣。那除了拍攝清掃之外，瑪麗管家還要協助屋主跨過心理的那道坎。那些緊緊被壓住的不只是垃圾，更是日積月累的心結。而解開這些結，有時比搬走一屋子的廢棄物會更加艱難一些。之前有一次，有一個精神有一點問題的婆婆，然後呢，社區是強制執行一定要做她的這個衛生的，我就模擬了一下她的生活軌跡，我發現竟然還有點安全。就是它會被各種工業東西包裹在那個地方，感覺就是像小嬰兒一樣被媽媽的這個東西包裹在裡面，它可能會有一定的安全感在裡頭。以前我們是覺得把東西清掉對他來說一定是個好事，就是至少是潔淨的，是寬敞的，對於他行動不便來說更好嘛。但是他說了一個點，他說如果沒有靠牆的那些物品，他出來走路可能會摔跤，他習慣了就摸索的這些東西走出去。對，所以他是肯定有人住在裡面，而且跟他的行動路徑是一樣的。那在探訪途中，大美還接到了一單來自社區的新委託，這讓我們也得以走進一位真實在垃圾堆中生活的大爺，聽聽他口中的故事。人家一個燈可以開，要不，然後把這些燈打開，然後中間是這個走狗。對，今天把走狗要喝水，人家這基本上在外都是吃了的了哈，基本上吃了大半包的可能些，你給過了，然後是天冷，就這樣子，就把這東西放到這水殼裡面。我們試圖找到一個合理的答案，去解釋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生活狀況。但實際上導致囤積產生的原因非常的複雜，比如年輕時遭受打擊留下的心理陰影，比如隨着年紀變大不可逆的認知衰退，
或者是对某件物品的價值產生了偏差。想想那些喝了一半沒有扔掉的瓶子，隨手丟在桌上的小票，洗碗池裡面泡了水的碗，支撐我們日常生活的正是這些小事。而當生活意志逐漸消沉的時候，最先放棄的也是這些小事。89年嘛，89年到現在噻，但是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噻。先嘛是外頭先亂的噻，廚房客廳噻，然後那個體力越來越弱，越來越弱，有些東西就丟在這個床邊邊上了，知道不？我全部的精力，我的思想寄託，人生的那個都是在这，因为我自己是个说难聽的話，是真的是個廢人。還有個最主要的是我怕孤獨，知道不嘛？但我所說我一天的時間全部都要在外頭，不然的話我思想空虛啊，就覺得人生沒得意義，人生就覺得沒得意義。隱私是獵奇的靈藥，也是毒藥。在清理過程之中，他們總會遇見像這樣充滿故事的屋主。那些極具私人屬性的物品和不便言說的癖好，一旦公開，必定會引發關注。但是每當想起屋主在現場尷尬的表情，他們仍然會選擇讓這些故事爛在肚子裡面。那我們就很好奇，有沒有什麼情況是他們覺得即便發出來可能被罵，但也依然要堅持留下的？你笑什麼呀你？你還有人性嗎你？哎呀，他要死的。怎麼要死的嘛？他明明有活路的。活的。就是作為一個家政人來說，其實你是不應該去對你的屋主也好，還是委託人也好，有過多的這種情緒表達，或者是有這樣那樣的一些東西，這是非常不專業的事情。但為什麼就是我還是沒有抑制住那個怒火的原因？其實首先我是一個人，我才能是作為一個家政人，因為那個貓是被拴在籃子上面，是被很多垃圾壓在了下面。就是說，如果你有囤或者幹嘛，你哪怕讓它自己走掉嘛，我也能接受。但是我看到的都是被強制性的質壓在下面，而且腐爛成了那個樣子。因為剛好樓上呢，他是在救貓，然後他給人的感覺就是在屠害他一樣。那個事情是讓我感到非常生氣的。我覺得我的心裡或者作為人來說，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我們連這種情緒都沒有辦法正確的去面對也好，幹嘛也好，那我也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家政服務公司去幹這個事情。做一個有人情味的家政賬號難嗎？在我們見面的那天，大美其實沒有給出答案。我們唯一知道的是，3天後，瑪麗管家順利完成了這間房的全部拍攝，還有清掃，這間房子變回了原來的樣子。37平的屋子解壓出了100多袋垃圾和400多 G 的素材。屋主的女兒沒有帶走任何的遺物，將來這間屋子將會重新裝修，抹掉生活的痕跡。下一單已經排上了日程，準備出發。沒有人能從堆積如山的垃圾堆中拼湊出他人的生平故事。大美和她的夥伴們唯一能做到的，只有讓對方在不當神的日子裡面過好僅此一回的人生。以後這次大改變了過後，總是要往好的方向發展。肯定是往好的了，不可能再往走入低層噻。那最後，非常感謝有望掃地僧吸塵器對本期節目的大力支持。作為連續4年銷量全國領先的自集成吸塵器，有望始終致力於通過創新設計，解決用戶在實際清掃中遇到的各種難題。它搭載的仿生網複式掃陣系統，內瓦燒光環自集成設計，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放手不管，連清到灰塵都不再煩心。技術進步的背後，是有望對人性化清掃的深刻理解，讓清潔不再伴隨心理負擔，讓解脫感來得更直接徹底。在整理空間的同時，也整理出一片屬於自己內心的秩序。所以非常感謝你看到這裡，如果你喜歡這期節目的話，也別忘了給我們點讚、V3轉發，也記得關注瑪麗管家他們，這會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幫助。那麼我們下次見。